如果你還在熬夜睡不着覺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助眠的城堡改造，它是炎炎夏日的一劑解暑良方。趕緊拿好你電量 75% 左右的手機，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調整至最舒適的姿勢，開啟今晚的睡眠之旅。自從達芙妮接手城堡以來，就有了永遠都幹不完的活，但她和伊恩從不抱怨。之前為了防止野鹿闖入破壞花園，他們利用鐵絲網臨時修補了護欄。前陣子伊恩點亮了焊接技能，現在終於可以開始更換更結實的金屬護欄了。他們首先要將舊的鐵絲網給拆除，由於底部有鋼筋固定，拆卸過程並不如想象中順利。於是他們開來了鏟車，綁上扎帶，一端固定在鋼筋上，另一端綁在鏟車的鏟斗。隨着鏟車緩緩後退，鋼筋終於被一點點拔出地面。接着他們找一截足夠長的鐵柵欄，正好可以修復空缺的部分。但是鐵栅欄比預想的要重許多，两人合力也無法搬动，所以只能先將其從中間給鋸開。現在搬運起來就輕鬆了許多。在開始安裝之前，還需要把底部多余的鐵桿給鋸掉，而後再根據相應的位置，在護欄底座上鑽出相應的孔洞。接着就可以直接把鐵柵欄給制冷起來。伊恩熟練地操控着焊槍，一頓火花四濺的哔哔哔之後，崭新的金屬護欄便穩穩地立在了花園邊緣。一直以來，達芙妮都想清理城堡的屋頂，但如果搭腳手架人工清理，不僅麻煩，而且費用也不低。經過多方打聽，終於找到了更加經濟實惠的解決方案，僅需一個人就能獨自完成。工作人員首先拼接好超長的刷子，而後爬到人字梯上，就可以輕鬆夠到高處的瓦片，開始一寸一寸的清理積攢多年的青苔。之後再通过无人机将水槍升至高空，對準屋頂進行沖洗。在高壓水槍的沖刷下，青苔混着泥土紛紛墜落。旁邊的鐘樓由於多年無人清理，上面的哥哥歐利給早已把入口封住。趁着清洗屋頂的機會，達芙妮讓工人順便將上面的糞便給清理乾淨。這也是達芙妮第一次爬到鐘樓上，整個城堡的全貌盡收眼底，這種感覺簡直讓人着迷。雖然鐘樓的頂部框架是用木材搭建，但經歷了100年的風雨依舊堅固如初，這讓他們感慨萬分，仿佛觸摸到了時間的厚重。接下來達芙妮計劃將鐘樓修復一下，然後再去淘一個舊鐘給掛上。每年夏天，他們的鄰居都會來免費幫忙修剪花園的草坪，然後再把乾草給打包帶回去餵馬，這也給伊恩省了不少事。在除草時，他們還發現了一只烏龜，為了防止其被除草機壓扁，伊恩貼心地把它給轉移到了護城河邊。1樓這間大廳地板和牆體經過修復，現在看起來已經煥然一新。旁邊的隱藏大门後面是一個衛生間，平時主要供在這裡舉辦婚禮的新娘使用，但是由於長時間的潮濕，導致牆面出現了明顯的霉斑。狹窄的空間對於身穿禮服的新娘來說也極其不方便，因此達芙妮決定對其進行徹底改造。伊恩得令之後，立即拿來工具開啟拆家模式，沒想到牆上的石膏竟然這麼厚，伊恩愣是鏟了好久，背後的石牆才顯現出來，但這也使得衛生間的空間變得更加的寬敞。隨着天花板被揭開，他們還發現了牆上殘存的壁畫，但由於年代久遠，顏色已經暗淡模糊，頂部還與大廳連為一體，於是他們決定將這些壁畫修復並保留下來。伊恩首先拿來吸塵器把上面的蜘蛛網清理乾淨，而後從倉庫找來一些橡木板，將其裁切成合適的尺寸之後，他們便開始在上面複刻出與天花板相同的圖案。不得不說，他們的动手能力與創造力確實非凡，複刻出來的圖案與原作幾乎如出一轍。完事之後，他們将橡木板小心翼翼地安裝到天花板上，每一塊都严絲合縫。之後他們又請來了弗朗西斯幫忙重新安装水電，他把老舊的電線管道全部拆除，重新鋪設了全新的線路和水管。完事之後，伊恩便開始牆面的密封工作，首先用方木在牆上钉出框架，接着就可以拿來石膏板進行密封處理。與此同時，托尼也前來幫忙修復護城河旁的城牆。由於他們之前清理了生長在上面的植物，導致城牆出現了許多的裂縫。這些裂縫不僅影響美觀，還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。托尼仔細檢查每一處破損，然後用特制的砂漿進行填補，確保結構的穩固與安全。經過修復之後，護城河旁的城牆煥然一新，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修繕後的石牆，微風拂過蕩起漣漪，如同歲月的回聲，悄然訴說着這座古老建築的重生。